讲到打仗，真的是大家都不想要啊。原因是因为目前在地球上面就是2场战争，现在打到目前为止，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而且可能会有第3场战争。这个仗呢，持续的在扩张当中。来看到的是在以色列这边哈，加萨这里在做一个根本就还没有完结，结果他就往北走去了。以色列呢，现在空袭的是哪里？是黎巴嫩。他们讲他们打的都是真主党的据点，至少造成了6死7伤。好，当时呢这个爆炸的画面现在曝光之后，大家觉得是非常的惊悚，原因是因为你看，其实他是在一个市区里头，但他强调他打的绝对都是真主党的据点。而另一个部分呢是什么？是他在过去24小时里面呢，其实不断的在有空袭。那后来黎巴嫩这边讲说，他们认为，因为他打进的是市区里面嘛，他说有很多其实多数是妇女跟小孩在受伤或是在死伤。而另外呢，这样子的一个地面曝光之后，其实后来也传出他们地面部队进去了，但是呢，第98精锐师说是蛮厉害的一个精锐部队。那另外呢，还有第36师的这个步兵装甲部队进去之后，竟然呢是有被暗算，甚至呢这里面还有一位基层指挥官呢，就直接在这个地面行动当中给阵亡了。那也就这样子，他们在讲这个第一仗会不会呢？其实有点出师不利，因为呢，这个北建行动现在可能是损失惨重。他们也没想到，在进真主党，你觉得真主党不是受重创了吗？但进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他们原本预期的这么样的顺呢？其实现在呢，以色列他这场仗目前看起来，除了往北走之外，他还要来预期一件事情，就是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因为在伊朗开火之后，现在呢，大家也在看以色列后续是怎么样来做回击。纳塔尼亚胡说回击一定会有，只是呢，千万不要打的变成区域型的战争。到底他当时是怎么拦截伊朗200枚的飞弹？说靠的就是3层的防空武器，里面呢包括叫做晚小，然后说呢烧掉将近429亿元。大卫弹弓还有剑士23型呢，其实后来就被发现了，说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是都有被拦截下来的。那大家另一件事情要问的是，铁穹到底有没有奏效？原因是因为俄罗斯专家认为啦，这一次呢这个铁穹，他们说之前很厉害的铁穹好像没有奏效，原因是呢这一次伊朗他在打的时候，他有特别强调要打一个地方，除了说是摩萨德之外，还有呢就是 F-35的驻扎空军基地。据说以色列3个空军基地还有一些设施呢，其实都有被击中。那换句话来说，是不是最下面的那一层铁穹在这一次是有失败了？不然的话，基地不会被造成了一个大洞。现在要回击，如果说他真的是去攻击伊朗的核设施的话，哇！非同小可。所以呢，美国总统拜登是已经先喊话了，说千万万万不可。如果说呢，你要说这个回应的话呢，应该要采取相应的回应，不要呢扩大了地区上面的这一些冲突。而也因为呢，现在这个冲突很难预测它到底会到什么程度，所以各国纷纷撤侨。中方呢现在接触215位的侨民，还有16位的外籍家属，甚至呢在离开的时候，车顶上面都必须要贴有国旗，因为很担心被误打，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黎巴嫩人啊，绝对要在这个当中呢搞清楚。英国我也看到有派飞机去接人，好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看起来就是全面性的战争一触即发。该怎么办呢？中方在联大这边代表呢，再一次的发言了，提出4个必须。那这里面呢，他强调就是必须要实现立即性的停火，停止暴力的循环，同时呢，要全面防止战事的蔓延，回到政治跟外交的解决轨道。讲都会讲，大家也都知道这些道理，但问题来了。以色列呢？因为回过头，你还是要看看以色列你的态度是什么嘛？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地面部队进去之后，现在被说精锐师进去好像有点出师不利，但是后续他会怎么打？以色列的优势就是空袭嘛，对，还有情报啦，那地面部队很难说他有优势啦，事实上2006年他自己就打败了，不然怎么会有维和部队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黎巴嫩，你也不要以为那个真主党重要的领袖被杀，然后他就失去了武力了。实际上真主党的人数将近5万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回到地面作战，以色列不一定会占便宜了
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谁的情报优的问题了，就是硬碰硬的啦。对啊，那可是他地面战争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的设定就是至少要离南往前推30公里嘛，弄出一个缓冲区。是你这个没有地面部队进去是做不到的啦。他等于就是要实质取代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就是说你们没有用啊，我但现在们自己。连维和部队还在那儿啊。中国大陆现在轮到中国部队啊，对啊，结果就直接落弹他的旁边，到维和部队的旁边对啊。啊，我跟你讲，他已经疯了啦，他不管你了，他连那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被禁止入境了。你想想他是什么情况啊？好笑。所以他哪里理你什么联合国？他现在就是要让造成既定事实啦，那就说这30公里我自己来，我自己守，硬要就对了。对。可是坦白说就没那么容易啦，因为事实上也有人评估过了，如果打地面战争，那以色列伤亡加一加，恐怕也要上万哦。地面部队是要死人的啦，说实在啦，所以而且坦白说，这个冤冤相报，我认为这个会变成是一个长期的抗战啊，因为你一时打赢了，人家也不会这样就结束啊。那你打死人家的爸爸，那下一代还会来报仇啊。那哈马斯、巴勒斯坦人最后还是会参加啊。那黎巴嫩真主党还是会有人参加啊。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叫做短多啦。可是我们不要讲到长啦，中就空了啦。我跟你讲啊，他未来要面对相当多的挑战啦。那至于这个伊朗打以色列啊，坦白讲，这个隔了1200公里啊，你本来被拦截率就非常高。对。可是这一次他那个空军基地真的是打进去了，就是破了铁穹神话啦。是。因为这是空军基地耶，照理讲应该是地对空的防御飞弹铁穹系统应该是最严密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有20架 F-35啊。是。我们现在是不知道 F-35有没有被打到啊，可是它就被炸一个洞，对，表示它真的有打到。那听说有一些是超高音速导弹，不知道。可是这个对以色列的对手来讲是一个鼓舞了，因为他的铁穹第一次神话破灭，被穿了。对，神话破灭，所以未来，所以你看以色列气成这样，说要去打核设施，这根本就违反国际法哎。你看他现在已经都无所谓了啊，连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禁止入境啊，那个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可多了，对不对？通信也可以爆炸，什么东西都可以来，所以我认为核设施他本来是真的要打，他真的要打。所以拜登才会急啊。你去看俄乌战争，扎波罗热的那个核电厂，没人碰啊。库斯克那个核电厂也没有人碰啊。所以人家还是守一定的规矩，他不管啊，他就要打。那个核设施实际上也不是核弹啊，是核电厂啊。对。所以我说啊，这个就是他都已经逆，我这不要说天道了，逆所有国际的规则啊。那你这个你要逆国际规则、逆国际法来打仗，那未来一定是冤冤相报，人家对你恐怕都是恐怖手法。因为前一阵子就传出一件事啊，说以色列境内竟然有2个人就拿那个枪就扫射嘛，前天的对不对？那2个人是不是恐怖分子？巴勒斯坦那边。就如果以后人家都这样来我搞你啊，那是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那边过来的嘛。那你这个。你除了边境都守得好好的，不然你就整天活在被恐袭的那个恐惧之中啊！请教盛峰老师会怎么看？这样子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大，也可以看小，先看小。是真主党，我们稍微研究一下就晓得，基本上真主党是采取集体领导，然后按系排班。OK， 所谓的集体领导，他不是一个单一领袖，他是一个集体。然后呢，第一个被打了之后，他第2个的排班马上就上去，所以依系排班。第2个呢，就整个的真主党的组织里面呢，它的基层的组织是非常的稳固，就像列宁式的政党的组织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里面，为什么以色列每一次陆战一出起跟真主党一干的时候啊，都吃亏的？这是这一个情况，我补充一下。第2个，这一次的打法呢，我们上去搜寻了更多的资料，就发现他以的法塔赫的超高音速导弹呢，先打前面，然后后面其他的普通的导弹呢，再跟着一起来。
所以当前面一来的时候，当然所有的防空导弹就要出门，结果出门是失败的，就被闯成功了。相对的某种程度就消耗了你不少的防空导弹了。哦，时间差。对，就是他第一个先来，然后就消耗了。这是我看到的一些资讯。第二个呢，数量呢也不到200，应该是100多而已，100多而已。那可是在这里面呢，却有一个特点，就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是要求不准公布啊这一次的所有的图片在任何的自媒体上，他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网控啊。这个网控，各位，所以不要老是说中共网控，为了国家的安全，他还是乖乖要得网控稳定。那为什么要网控？显然他遭到的伤害比他嘴巴讲的是来得多。第三个呢，我们来看看这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说以色列真的了解伊朗吗？伊朗真的了解以色列吗？我们从外面的来看，现在可以看得出来，那伊朗是采取呢有限度的报复，它是有限度的。对。但是呢，以色列是采取呢这怎样子呢发泄式的攻击，包括他对哈马斯，他对政府党，一个是发泄式的攻击，他的攻击就你打我有没有啊？会不会有力气呀？就那种发泄式的。可是伊朗在这里面偏偏讲已经被大家认为很怂。为什么说你这个也被欺负，那个也被杀，那个然后呢就叫一叫啊就没事了？他说你隔了快半年啊，对，怂死了。那甚至呢，当他的小弟啊这个被修理的时候，真党被修理，他的总统还在联合国呼吁要和解。那整个中东认为你当什么老大嘛？这一次他出手了，事实上当然是伊朗的内部会有很大的一个争执，这争执我们把它摆一边。他这个出手的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情境，所有的伊斯兰的国家全部上街游行，怎么样子？以色列美国这个什么？这把伊朗的地位就拉起来了。沙特阿拉伯除了有钱以外这个地位已经没有办法跟伊朗相比。但那个情绪化就烧到最高了。对他整个因为老大出面了嘛，因为这个小霸有人敢出手嘛，而且一出手真的就将近200颗的导弹就飞过去，而且是有效果的嘛。这个呢，对于整个的伊朗讲起来呢是有很大的地位。可是相对的，依照那一种发泄式的攻击的以色列，他怎么会这样子就停下来呢？不可能。现在美国呢又在旁边怎么样子烧火？我永远记得这个范教授讲过的那一句话，说以色列他们内心有一个深处不能被打败打败一次就完蛋了。这一种心情这一种他要维持他这一定是还手，这一还手的结果，你说整个的中东会不会炸成一个锅呢？1月24号就要投票选美国总统了。我想你看那个2个副总统的辩论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这一个中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呢，整个的世界像一个炸锅一样现在正酝酿的要爆炸的前夕了。但是大家真的都不想要，因为战争太可怕了，真的是那个死伤太可怕了，大家都不希望它变成一个全面性，因为全面性你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范老师。以色列的部队进入了黎巴嫩南部以后这个中国大使馆的撤侨行动，对，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要了解一个国家的话呢，要撤侨的话，你要国力要强然后呢，你的这个外交政策要强，还有呢，你要老百姓配合合作。你刚刚提到英国也撤侨但是我所认识的英国人是没有听话的你叫他来是什么时候？你叫他来他越不来你不叫他来他反而来了。我跟你讲这个3个方面呢，都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有的时候大家以前一直在强调说中国的外交战狼外交，战狼外交搞不清楚我不晓得讲那些话的人有没有看过战狼那个张译演得非常好那个是演的在那个整个在非洲地区的时候我要强调，首先第一点大家要了解撤侨不容易在非常混乱的情况下，你光把人接出来，你租那个车子都租不到，你不要说别的了你一定要非常有实力的人话呢，你才能够想到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国家的国力要强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你那个老百姓本身要配合因为撤侨的过程一定是大家自由自在的登记什么的，你觉得很危急了。黎巴嫩南部的话呢，确实是比较危急很多人都会讲说，为什么以色列不撤侨？以色列没有必要撤侨，以色列就是说是准备打胜的那一边来撤什么侨？大家在以色列有生意各方面做。然后这一次的话呢，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时候会发觉这个进去，刚
刚刚亮哥讲到说那个30公里的那个缓冲区啊，其实是30到50公里，是以那个大炮或者火箭的射程为主啊，这个才能够确保以色列的平安的，对不对？然后另外第3个的话就是你的外交的政策啊，你大陆从去年的11月7号开始，一直强调加沙走廊的停火，强调国际法，强调人道主义然后强调大家的和平协商的这种观念的话呢，在东南亚地区的回教国家都改变了印象，所以你这个时候只要挂出中国国旗，在撤侨上来讲就比较方便了。你美国敢在你挂出国旗来撤侨吗？你敢在黎巴嫩南部吗？那么很危险呐，对不对？有很多人的话呢，大家都不要命，既然你要我死，我就不会让你活啊，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消息非常重要就大家都没有提到这次撤侨出来的146人当中，里面有3个香港人，有1个台湾人呐。我不晓得那个台湾人坐到那个车上受到了祖国的保佑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你要想到，在这种情况生死交关、紧急危难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认同不认同的问题先出来再讲。所以说，这个撤侨本身所代表的一个含义也说明了一切。它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大陆的外交政策一直做得非常好，那个从头到尾的话，始终跟我坦白讲就是跟弱者站在一起跟这个其实刚刚大家前面提到了很多在中东目前发生的问题，以色列很凶没有错，以色列很凶，就是他们相信暴力，他们相信权力，他们相信拳头，所以说才这么讲。你只要碰我一点，刚刚讲到说是以色列好像死个8个人什么的出师不利，你错了，以色列已经干掉1000多个人了。以色列死1个人的话呢，不晓得多少条巴勒斯坦人的命拿过来赔，不晓得多少阿拉伯人的命拿来赔。所以以色列这习惯，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是1乘20那现在8个人的话乘20就不止那不止不是。那个我3月7号，我只死了1200人，现在加沙死了41000人。不是那个加沙死了4万件，我是说这一次的黎巴嫩才进攻了没有多久，死了就已经破1000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说明情况就是他们现在死了8个人，那这个命都要算回来的。所以说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到，不是我激动实在讲起来，这个事情真的是中国干得很好，然后这个以色列的只相信暴力。但也必须要讲因为这个大家都希望和平嘛，和平呢，大家希望安居乐业，那才有办法好好过生活。好，讲到了生活，最近呢，在大陆，特别在广州上海，大家放长假，但是很忙什么？看房子但您来看到的是呢，现在说这个11长假，广州、上海看房子人气都很旺，大家加班，而且不是只是加班，是加班到清晨，都还有人看房，甚至呢说单日的来访超过200组，成交可以来到39套，达到双位数，这个呢跟以往来说，他们工作量增加了3倍。那反映想要传达出来市场上的讯息，就是是不是房市回温了？好，这个部分呢，会是很多人在观察大陆经济的一个蛮大的指标。毕竟先前在房地产这一边，好，特别在上海这里，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刺激性的政策有帮助，可是到底能不能够最后达到结果，都还在看。因为部分的售楼处呢说黄金周7天是虽然都约满，但是重点还是在成交数。好啦，这一切呢是观察指标之外，还有另一个观察指标 A 股，原因是 A 股现在呢在上一个星期那个很热闹的那一周之后。11黄金假，大家在干嘛？忙着开户哎呀，说呢，开户数激增有6倍，然后呢，网络线上的马上24小时审核，大家呢堵在景区，塞在车上，手机赶快拿出来，我开户看开完了没？现在卡在手机上的人很多，好，可是这其实也代表着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就是代表着在这一次大陆他们的一些刺激性政策出来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信心回笼？这个部分呢，带你来看到外资怎么样来看。美国的中概股呢，现在说突破了8000点了。这里面的中国金融指数在星期3是净扬了4.93%，收盘呢也突破了8000点，是连续第5个交易日走高。好，里面呢包括了金山云涨包括了哔哩哔哩涨然后包括了网易、腾讯音乐，通通都涨，有的2位数，有的1位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中国的股票确实啦，除了说呢。它在中方 A 股这边涨之外，海外这边也持续被看好，连日本人说都来抢筹，什么意思？好，在日本呢，他们交易所上市的这个 A 股南方中证500指数呢，在昨天收盘也上涨了。那号称聪明钱的对冲基金，现在说呢也疯狂的涌进中国，这一些的数值，其实呢都让大家看到了这么样一个资讯，就是潮水创办人所说的，过去这一个星期，未来将会载入史册。
测，甚至呢，他认为现在这一波就堪比欧债危机的一个转捩点一般，远远超过原先承诺的举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后市就一片看好吗？好，这个部分其实呢，打一个问号哈。等一下好好听我们的大师怎么样来讲。上一波没跟到的，这一波哦，不要学我一样摔笔了好吗？来，不过呢，这个11国庆现在都过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产生变化？原因是因为以前通常国务院呢会是在前一天来道贺，但现在呢说是2号晚间才发祝贺，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惯例，大家就会说是不是有质变？好，可是呢 VOA 美国之音又说了，习近平跟拜登未来几天可能会通话，那这个讯息到底是哪一方面释出来的？不知道，可是现在呢，美中之间关于车的这一件事情，商务部彼此在对口，也看到了，当墨西哥的新总统第1位女总统上任之后，说有超过20名的，注意哦，是执政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联名警告，是警告他未来上任之后要解决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汽车所带来的国安问题。那中国汽车现在已经不是只是在美国生产，在美国销售，即便是墨西哥这边生产的，他们要一并来解决。那跟加拿大的这一战呢？彼此之间，中方其实现在已经寻求了很多不同的国际间的管道，同时呢，也要来采取调查。我们的外交系统呢，就想会说，为什么呢？先前不是油菜籽这边就已经有了相关的反倾调查，那这一波这个前车之鉴，为什么他们没有汲取到教训？到底现在怎么样来看国际间的一个情势？好。不过，先请教亮哥，大家想问的是，到底现在中方的经济，你看到了什么？分股市、房市嘛？阿弟干嘛弄瞪来吗？今天港股上下震荡1000点，你知道吧？它最低的时候跌了890点，大跌。那后来收盘是跌330，本来还冲到快要平盘了，后来整个又杀下来，所以我跟你讲，未来大概就是做多做空的人都有了，所以就云霄飞车，大家准备这样，心脏要够强。OK，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啦，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开始买房啊？因为他们认为，因为前一阵子，那个中国政府推出来的是货币嘛，货币宽松，对，然后股市刺激，是，那房市刺激，那个还是一点点而已啦，算放松啦。那个。他们认为接下来会有财政措施，那财政措施，我认为大家也在等他的财政措施，因为这次为什么这一波涨那么大，那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货币的定向处理嘛，就是国债可以进股市啊，就简单讲就是国债只能进拿回现金，然后只能进中国股市，别的股市还不行，对，只能进中国股市，那这个定向。那当然就造成了一大堆资金就涌到这边来啊，那可是，事实上中国大陆绝对不是只为了金融资产啦，他当然希望房市能够稍微拉一下啊，那这个就需要财政措施，那财政措施，坦白讲大家都在猜啦，说如果习近平都下了这个死命令啊，说要把金融资产做起来啊，对，那一定是玩真的，所以很多人都在赌习近平。因为财政措施可以有很多种啊，比如说税制要不要调，税也是财政对，那空间可大了。那土地要不要调？你知道吧？还有拥有房屋数这个要不要调？这个方法太多了啦。要不要限购啊？对的，就是限购嘛。所以我的意思是，所以敢进场的就是手边钱比较多的啦。他就觉得这个时候要压要相信习近平的意志，就是这样嘛那坦白说这一波下来最倒霉的当然是美国的资金最明显的是贝莱德啦，贝莱德是惨赔杀出，连大楼都卖掉，然后1个月之后就暴涨，然后逼他回头再进场这个，所以贝莱德大概第一次发现他玩不过老共这样。不过还好他本出了，对了，他世界最大了，世界最大没差了。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了。那我觉得完全是因为降息啊，
那中国大陆抓到这个时间点，对啊，就美国降息了，一进一所以出那个降息循环要往下了，所以美国的钱要开始涌回亚洲嘛，他第一个抢，那刚好他运气好，他碰到石破茂，因为石破茂就是赌错棋啊，日本还要搞升息啊，结果第一天不是日本股市大跌1900点，那钱就都跑到中国来了。现在天哪！如果高市早苗当选的话，可能那个时候状况会有一点日不一样本还是。会占掉一个部分。对啦，如果高市早苗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听老师说。那个扫描成。好，我们说好这个11长假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有的人忙着开户，有的人忙着看房，但是呢，也有人在看看到底中美关系的变化。请教盛峰老师。这样子了，股市跟经济的实力不一定有相关了，但是股市的热忱一定要永远记住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就是：别人恐惧的时候啊，你要贪婪；当别人都在贪婪的时候啊，你就要恐惧。就像有一个朋友他在上股票的课，他讲一句话，说我一辈子做股市到现在为止赚最多只有一个定律，请你们把笔拿好。哇，大家都准备要写，他是写一句话，他说：红低买进，红高卖出。这也就是说，这就是股市的一个真理。你永远抓不到它，你抓得到，大家都有钱了。只有上帝抓得到。对，这个，所以呢，这就是那句话，恐惧跟贪婪自己要懂得去调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的美国，假若是到了2号了才发这个贺电，这是非常非常失礼的事情。这全世界里面呢，何况你今天还把美国还把中国当作是该斗争的斗争，该合作的合作嘛的一个对象，这一个情况下，那假如你这是非常非常失礼，那这个失礼呢，大陆好像也不多说一句话，那美国好像也当作没事一样，但是这一种到2号才表达，跟立委也不一样的时候，我认为中美之间有一个 gap 在。这个 gap 到底是什么？我们猜不出来。所以呢，大家乐观的认为啊，习拜会不会通话？我认为我们应该比较持保留了，因为会到2号才发这个不会犯错的，这个一定是美人的标准作业嘛。怎么一定到那的时候停下来放了，先不发？那这里面当然是有故事的，这个故事到底会发展成什么就不清楚。那至于美国，不管他今天对中国的产业采取多大的压制，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放眼全世界这200年的发展，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真正的成功是建立在卡别人的脖子，所以自己可以成功。要成功啊，就打得还要自身硬啊。这个你自己本身要有那样的能量啊，要有那样的本事，才是能够决定你成败与否。今天中国大陆在打压的情况下，逐步的能够站起来，当然靠着它有利的市场因素嘛，更靠着它被打压之后的创新的能力，而且不断创新的能力，所以它走出了一条路出来。它也不是靠打压，不是靠制裁别人出来的。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苑老师帮我们总结。聊一聊大陆的这个市场逐渐的恢复信心啊，股市再次房市都非常明显的在恢复信心当中。我觉得奉劝所有的投资人呢，就像前面2位所讲的，各方面都要务必小心啊，这个高处不胜寒。不过我在这边提出一点解释啊，这个解释呢，我分成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国防。大陆丢了那颗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以后呢，会变成所有的避险资金的最重要的安放之处
啊，就基本上的话呢，因为资金分2种嘛，一种是磨砺的，另外一种避险的。那这种的话呢，就是这颗洲际弹道导弹里面它产生的效果很明显。然后第二个就是外交，外交的话呢，这个对于整个穆斯林的世界，对于这个中东的地区，大陆外交累积出来一定的信用。而且我觉得说，从这个黎巴嫩的这个从传呼机到对讲机的连续发生爆炸以后的所有的通信媒体当中的话呢，就只有中国的产品，至少来讲的话呢，比较值得信赖，这也是个好消息。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转变了，因为这一次的话呢，实际上大家刚刚都在聊一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有关于的话呢，大陆本身是一个信用非常好的，它发行的债券啊，它发行的各方面的这种，不管是短期债、长期债的话呢，都是大家趋之若鹜的对象。而这些的话呢，他拿出了他的这个有价证券或是以其他的一个凭证的话呢，都能够跟银行贷款的同时的话，它有限制，要规定一定要投中国的股市。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相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呢，借钱不能拿来炒股的观念，现在相反了，现在是借钱就为了炒股。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珍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一个小线带你来看到的是台风啊，每一年台湾都会有台风，或多或少，或强或弱。但是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台风说叫做护国神台，什么？啊，山陀儿。网络上说在疯传，说叫护国神台，什么意思？一共马祖有话说，防止战争啊。原因是因为呢，马祖说台风在防卫战争，保护台湾，所以呢，台风来的时候，周围气流不是不稳定吗？啊，这样飞机就不能飞啦，战争就不会发生，船也不会来啊。还说这个时机点就叫做护国神台，因为这个时机点人家对岸国庆啊11长假，本来说呢是有大规模的绕台军演被迫取消哦，新民波比哦，甚至呢还有真的是比较偏绿的这一些 KOL 他怎么讲？他说说现在呢这个山陀儿很有可能呢就在台湾这边持续的徘徊，目前都还在这边徘徊哦，有可能呢在这边登陆之后往上之后就会变成热带低压。他说要攻打台湾真的很难呐，因为你看我们连台风来都让你没办法打，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大家就想问，所以我们现在护国护台全部都靠台风吗？不对吧？总统这个所谓的防卫韧性，应该讲的是我们自我要防卫，对吧？好啦，那我们也想问，如果我们自我防卫，我们每次都讲说呢，跟美国买军售是要保护自己，那到底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当成盘子？昨天呢，这个国防部告诉我们说，不要相信像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认知性的消息。但是呢，张延廷，我们的前空军司令呢，他就爆料，他说确实有罚钱啊。那过往的这些例子，军售都有国际行情，按契约来计罚。那有罚钱，为什么我们不敢要？他就问这么一句：为什么我们不敢要？因为呢，后来也被发现，空军确实先前有被纠举过啊，说呢，空军其实曾经有抗拒过，原因是因为呢，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雷神公司，他们呢派技术这个代表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要求高额的人事费，空军觉得不合理，所以空军这边其实一度有抗拒的。但雷神怎么做？雷神取消了我们那个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的国际会员资格，然后跑去跟 AIT 告状，然后呢 AIT 就作为这个为军火商。美国在台协会为美国军火商向我们的总统府陈情协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空军不但呢是要付这笔钱重新入会的这些会员费 renew 的会员费，甚至我们现在还要分期付24亿9千多万换取年会资格。大家就想问，这一些新闻，这一些过往真实的案例，那这一些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理解，怎么样来讲呢？而且总统府一直或者是这个国防部一直讲说，这个是特殊实行、特殊内容的内容农场在操作以美论。那你怎么不说 Bloomberg 最早爆出来的是彭博啊？彭博那个时候讲法就是说有告知台湾。但是告诉台湾说，这个牵涉对外军售的商议问题，并不会提到台湾啊，这不就是叫我们看 DM 吗？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呢？政府要怎么样来面对你的国民呢？而与此同时，也看到美国 CIA 发起了一个全新的行动，线上招募大陆、伊朗、北韩的线人。他们的讲法是说，现在对于这一些内幕，他们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甚至呢，情报链他现在希望有新血加入，只要你对当地的政府感到不满，都可以加入 CIA 他们的中情局，来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政府的运作。好，为什么他们很需要了解这几个地方？原因是因为现在他也看到了，在太平洋区这边，中俄确实越来越紧密，而且呢，这个联合巡航，中国的海警舰艇还第一次进入了北极海。那往北到这么多，当然呢，他们就担心的就是极圈这边的安全问题了。美国国防部呢，先前就曾经讲过，他们要扩大军事部署来作为应对，因为他们也担心极圈这边一旦俄罗斯跟中国合起来之后，这个呢，他们的理解是会变成日益严重的核威胁。地球是圆的，你把它看，如果说呢这个射程又变更近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个核威胁是会更大，而且北极的能见度很低，他们也很担心美军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反而更难发现、掌握，甚至是反击。那这一些是在太平洋靠北这一边所发生的一些变化。至于呢，在东北这一边是发生什么事情？是日本换首相了。石破茂上来之后呢，据说第一天就有致电给拜登。那后来呢，其实他也有打电话给习近平。习近平呢主动致电来祝贺当选，毕竟是邻居嘛。可是呢，大家就讲了，这个石破茂真的准备好了吗？因为呢，他在最后做了阁员的大合照的时候，说眼镜不断滑落，然后呢又一直在等啊，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一度非常的不耐烦跟不悦。其实呢，他这一次的这个上任，很多人呢也认为是跌破眼镜，本来没想到他是会上任了哈，一般以为是高市早苗。好，但是呢，他所提出的这个亚洲版北约，先前在他这个当议员的时期提出的，那现在呢，现在印度外长苏杰生很直接的反对了，他的讲法是说呢，跟我们的发展背景不同，我们做法不一样，而他们的外相叫做相言巫意，也很直接的坦言，很难立刻创建亚洲版北约，说这个呢要短时间很难。那到底日本现在换了新的首相，未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以及是什么样的立场，这一些其实都会牵动到太平洋这边的一些局势进展。想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我们从两岸开始好了。山陀的台风现在还没有离开，但已经被说成护国神台。那个只是那位女生在那边胡说八道了，就不需要回应了。我倒觉得雷神那个军购案为什么我们国防部在第一时间要发那个把话讲得这么严厉啊？对，你是要干嘛？你要隐匿吗？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因为美国彭博都已经登了，那后来就陆续，人家连那个来往的信函都给你登出来了 ，email，那难道那都是假的吗？你的意思是哪里的内容农场是大陆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在干嘛坦白讲，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上次那个也是美国国防部那个监察办公室，人家发布了一个报告，对不对？那美国坦白讲，他国防部内部还有一些有良心的人那就说卖给台湾都是一些发霉的、过期的军品嘛，他们还派人到现场去调查，那把那个仓库的货拉出来看那这个过期的军品比例那么高。我们国防部连一句话都没有而且早就发生了，他事实上也一直在跟美国做沟通我们都不知道。坦白说，我以前也常常会看到一些有良心的军事记者会去爆料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拉法叶？现在连这样的记者都不见了，都被你国防部都压光了，是不是？所以我坦白说这个。还有那个美国的军品不断的拖延给台湾，我这次还看到这个台美国防工业会议是我们的国防部副部长去那边做简报，那个当场就直接讲，是我觉得徐延溥是蛮负责任的他就说你们一直拖那我们真的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那你可以请盟邦
把军品先给我们。我觉得他有勇气啊。那这种话为什么平常我们在台湾都听不到？结果他台美国防工作会议，他就现场提这个案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国防部不要把自己的公信力都搞没了啦。哦，像美国这个给我们过期军品，然后雷神给人家加高价，都是美国自己爆料，不然我们怎么会知道？是，对不对？那我们的军事记者在干嘛？我在猜啊，搞不好有些资深的军事记者知道，那被施压把他挡下来，这也有可能啊。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国防预算明年要到6470亿啊，然后你的这个监督的水平是这种水平啊，这怪不得人家会对你有意见嘛。哦，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好讲的？如果你国防部不方便讲，那让立委来讲嘛，让媒体来讲嘛，让你国防部有点筹码啊。你对美国怕成这个样子，是美国人自己不对而且后来是美国人自己抓包是对不对？我觉得我坦白说，我看过那么多美国军购的国家啊，包括日本、韩国，我从来没有看过低调到这种程度的。付钱的人还自甘被打脸被人家欺负，那你也不会用手段来对对方爆料，然后提供一点筹码给你去做谈判，对不对？不然以前陈水扁去爆料拉法叶，我们后来国防部不是跟法国打官司，对，后来还拿到很多的赔偿金啊。是，那陈水扁爆料就是一个筹码吗？你连这个都不会，我真是服了你啊！所以我觉得不要搞成到连你都在帮美国的军火商做隐匿啊，那真是太糟糕了啦结果人家美国自己爆料，然后到现在你无地自容，然后你接下来又要怪说台湾的媒体乱爆料，然后又掰出一个什么内容农场，对不起啊，第一次登的那个媒体也是台湾的媒体啦。但其实也必须要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外电，那大家就想问盛峰老师，那个时候他又再出来告诉我们说时机问题啦，对方在做11啦，这个叫以美论，还说呢机正明显，就让大家有点看不懂他到底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可以不讲话嘛？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话嘞？我想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这里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在外电呢，还有其他人稍微注意一下。我想以下几个信息给各位做参考跟雷神有竞争的公司，一个是洛克斯德马丁，一个是诺斯诺普格拉曼，这几家是。那这个案子是美国司法部去调查出来的，对。那为什么司法部会认真去调查？这我的了解，这就是这几家利益冲突去告的状。商战，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行情，这个行情是有世界的一定的行情。我们买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不讲话，是我们买不到呢。这两家会去控告的原因，就这两家可能也有同样的商品可以卖，而这个时候被雷神给拿走了，而雷神又报了很高的价，然后我们又不讲话，请问台湾有没有人搞鬼？对，这个的背后是在这里耶。对，这个背后就像法拉利弄到最后有没有佣金？有啊，有没有黑手？有啊。这个里面就有黑手，所以为什么国安部也好，相关的急急忙战，认知作战，什么内容农场，就是什么不要碰，为什么不要碰？碰下去也死人啊。我们在被死了什么人呢？没有错。请各位不要忘记，因为美国的司法部不会主动去调，因为司法是不告不理嘛。谁去告？内部不会告。商战去告，商战为什么告？因为当时我要征集的时候，我没有征集到，所以我才会去告，是，对吧？然后呢，这个高于行情的价格，我们不讲话，其他人也有报价，我们呢起了这一个，各位，办奸猾城的案拿来办一下，不就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吗？这个才是鬼话连篇之所在呀，那至于这个石破茂的事我真的大家提一下，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对美国要谈问题，大概一堆学者智库可以做出来，谈到欧洲大概就少了2/3了，谈到日本大概又不多。那谈日本的时候，又有省级跟党派的差别，
不同的省级、不同的党派谈到日本呢，那有不同的感情因素啊备在里面。石破茂这一次出来呢，是石破天惊。可是呢，各位可以发现，因为他要当选，没有人认为他会当选嘛。但是别忘了，石破茂出来，对于整个的东亚，对于整个大陆、台湾、日本会有一些演变的关系。可是我最近这几天一直注意在看台湾各方面有关这一方面的分析报告啊，非常的少。请不要忘记，石破茂不要用右派的角度来看，不要用他的重要的态度有几个。第一个，他要让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所谓的正常叫做摆脱美国，所以他的第一步很可能就是，我就要跟美国作为平起平坐。为什么？因为这个正常的国家他自己不做到的时候啊，所有的日本政客很清楚是很糟糕的，包含日本历届的首相跟美国不配合的下场是什么？就像青瓦台的不配合的下场是什么？他是很清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究竟中国大陆是不是应该重新换一个角度来看石破茂的立场和态度？啊，台湾呢也不要高兴说，石破茂跟我也很好啊，他要这个以前还在台湾跟我们巴蒂，都不要去想这些啊，这不要想。为什么？因为石破茂绝对不同于安倍，不同于过去那一些人，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那一些系统里面所产生，所以才会叫石破天惊。好，请教一下岳老师。我觉得这个国防部所强调这个以美论呢，是转移话题啊。从这个一开始我就有移观论了啊。从上一次的话呢，那个弹药过期了，防弹背心发霉了，然后是美国的监察单位指出来啊。这里面的话呢，讲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呢，你所有美国送来的东西啊，即使是总统的特别提款权呢，你也是要有人签收的嘛。那个签收的那个人，他为什么要签收？他知不知道这个防弹背心都发霉了？他知不知道弹药过期了？我也当过兵啊，弹药所有提出来的时候，箱子上面就写什么时候过期，清清楚楚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所以说呢，我们跟你讲哦。它不是以美论的，以美论是个烟雾弹。它实际上的话呢，我讲有3件事情真的是非常严重啊。第一个的话呢，你这边所讲的这个消息啊，就说雷神多次还透过 AIT 来游说，什么军火应该向什么跟总统层级协调，迫使空军分期给付24亿9240万，我不知道是美元还是台币啊。但是就是台币的话也不得了啊！你开玩笑。然后现在这一次的话呢，雷神高价的话呢，我看到2个不同消息，一个是2.4亿，一个是3.65亿，都是美元哦。那大家知道这个，你跟美国买军火的话呢，那你负责这个官员当中，你这官员难怪你只想当官呢。总统在那边乱发脾气，那边甩东西，你都不敢吭声了，你还指望天天打仗？你开什么玩笑啊？指望民兵了啊？要我们这个，要我跟顺丰兄这种老头子上战场，你有没有心啊？你当了将军，领了将军薪水，你要不要脸啊？对不对？你经济气是要想到为什么我们这么怕美国，就是你算准了，我们装的越可怜，美国人越来，然后呢跪在地上求美国人来，你求吧，我就不求。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摆明了要赚你的钱，你在这边情况你心里要了解，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对不对？你要了解的说，台湾今天赚钱不容易啊。你看看天下民要苦民所苦啊！现在我跟你讲，有钱的人就故意有钱，没有钱的话只能够搞军公教，其他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就是因为你大量的钱，你大量的税金全部交给美国，让人家被人家白赚。张延廷讲的话，在这边的话，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这是我要强调的事情，就是说。武器的国际行情都是透明的，怎么可能不透明呢？他要竞争，而且卖东西的买户就那几家，他不便宜卖，谁要买？只有对台湾，这完全违反了商业精神。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整天准备打仗的，你搞了一群没有用的人，你还打这个？对不起，差点脏话都出来了。好，来，情绪要控制一下哈。